我干了地产这么多年，接触了很多业主，这段时间都是连夜搬回城里的大平层。10年前花150万买300平的独栋别墅，住独栋别墅呢是种什么感觉？怎么好好的都不想住了呢？咱们今天用看一套独栋别墅的时间揭秘一下这个话题。你身边有住过独栋别墅的人吗？我想应该很少吧，除非是那种少数的人生赢家，有闲钱没地方花，条件好到可以颐养天年的人，否则大概率是不愿意再继续住下去了。这其中的原因呢，多的不只是一个。据他们说，有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，但是有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。这也让这些住别墅的人呢感到很无奈。这些话呢说出来可能会得罪很多的文旅地产商以及卖房的中介，大家呢可以收藏一下，没准哪天这条视频就不在了。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，凡是别墅区，不论是独栋别墅还是双拼或者是联排叠拼，所在的地方都十分冷清。如果是白天在小区里边溜达，可能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，晚上再看的话，也没有几家是亮灯的。尤其是在冬天，昏暗的路灯照在没有人的小路上，一栋栋乌漆抹黑的小洋楼矗立在那里，感觉还是挺瘆得慌。为什么别墅区会冷清呢？其实你仔细想一下，哪有那么多人能买得起别墅呀？买得起了，但是也装修不起呀。就算普通人能住进去的话，开支也是消耗很大的。就算买上了，也是住的人很少，空置率也就变高了。再来说说咱们国内的别墅住进去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们接触的独栋别墅一般是分为2到3层的，客厅大堂呢基本都会带一个挑空，会做的比较高。这样的空间呢，给人的视觉上看上去会很震撼，有豪宅的感觉，适合撑场面。但是当你住进去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围绕在你身边的不光是一个视觉上的享受，它还有体感的温度。而独栋别墅这么大的空间，四面都是通风采光面，真要是在冬天想要得到温暖的室内温度，夏季感受凉爽的清风拂面，那么暖气和空调都需要花大价钱才能 hold 得住，不然一天少开点的话，那也是在浪费钱。所以很多住别墅的人呢，冬天宁可只待在卧室里边，把其他的地方都停暖，因为卧室相对小一点，供暖成本低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损失。另外就是3层的别墅上下楼还很麻烦，各个功能区呢在不同的楼层分布，吃饭睡觉啊还得楼上楼下的跑，要是家里有个老人或者小孩，还担心摔倒划伤。其实现在国外开始流行只有1层的大平层别墅了。接下来有个更愁人的问题，就是谁来收拾。普通人要是雇保姆不合适，自己收拾吧，可能费上1天的时间。你想一下，犄角旮旯要是一栋300平的别墅，估计住进去不是享受，那可是受罪啊。上次我去过一个业主家里，跟我说干脆就不收拾了，1个月收拾1次。所以很多人为了感受生活，愿意买一个100平左右的，或者是干脆找个农家院。上边这些感受呢，可能只有真正住过独栋别墅的人才会体会到那种无奈吧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买上了又花了大价钱装修，不住吧可惜。但是有的人确实豪横，并不在乎这点小鱼小虾，最终呢还是选择回到城里的大平层，回到市区那有人气的地方生活。万科集团究竟有多难受？没买房的老百姓算是胜利了吗？房价在2022年真的要一落千丈了吗？带着这3个问题走进咱们今天的话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这段时间呢，郁亮年终大会上的一句话一直是在热搜上飘着的话题，要么死要么活的这个事儿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。300亿市值灰飞烟灭，怕是万科所有的管理层都想不到吧。不过这都不是致命的，对于资本市场而言，涨跌是一时的。那要命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马云说，今天很残酷，明天更残酷，但后天很美好。可郁亮说，今天很差，明天很差，后天会更差。万科到底哪步走错了呢？其实要从万科本身和其代表的利益来说，万科并没有什么地方做错，因为它的财务年度报表堪称完美，庞大的规模与营收，少量的负债，大量的资金储备，在这些看上去并没有啥问题。因此也可以看出，万科里边是人才辈出，堪比乔布斯，这你还能苛求啥呢？但好像一切又都是错的。有个朋友呢，盯了万科10年，他跟我说，万科已经不是以前的万科了，他已经丢失了灵魂和信仰。他这么跟我说，其实也并非空穴来潮。他说，从财报做账方式体现了极度利己主义，但是从民生上来看，是一直在传递着悲观情绪。确实，从很多的相关数据上面来看到，万科都是同比下滑。反正你想得到的、想不到的，通通都不及预期。这其中呢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对净利润增速的处理。前3季报的时候呢，万科的净利润增速是 30.43%，而在年报的这个时候，数字突然只有 15.1% 了。前边3个季度还是大赚，等到年底居然亏了10来个亿，意不意外？
是不是想来一句“我操”？要知道，像万科这样的公司，要想在一个季度内把一年净利润水平拉得如此低的水平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再说了，万科今年利润多少，早在1-2年前其实大致已定了。略微懂点房地产的人呢都知道，现在的结算利润呢，至少是1-2年前卖的房子，跟过去的一个季度比呢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。那么利润去哪儿了呢？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。年报又显示，2019年呢，年报中万科的营收税金以及附加比去年多了100个亿，同比增长了42%。这个42%是和收入增长完全不匹配的。万科这一手并不高明，略懂点财务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得很明白。那万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也是我即将第3个开展要说的，它是在为后市做准备。这几年呢，万科一直在向外界传递着悲观的预期，好比郁亮所说，1年半之前，也就是2018年的秋天，万科秋季例会的主题活下去，这在当时就是处于一个居安思危的考虑，让老百姓保持清醒和警惕。但是没想到在今天又成了要么死要么活。其实吧，万科向外界透露的这些话，一半是事实，一半呢纯属是矫情。事实上的部分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地产行业回到昔日的暴利时代，其实已经是很难了。矫情的部分呢，其实行内人都心知肚明。你万科要是活不下去了，那这个行业还有几个能活下去的？你万科一天净赚1个多亿，整天还说日子不好过，这你让其他的同行怎么活？难道这些人出来都一起给你捐款吗？事实上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面呢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行业能比得上地产来钱快的。这个社会上呢，很多人辛苦了一整年，也买不起万科1平米的厕所。在这里再墨迹一句啊，这个年头呢，各行各业从京城的大亨到乡野的小民，有几个不难的？你说，尤其是最近受到疫情的冲击，每个家庭都非常的煎熬。你有听过他们叫苦很累吗？当时疫情那么紧张，你听过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有叫苦说难的吗？说回来，万科真的活不下去了吗？作为一家多年被投资者捧到神坛上的龙头企业，万科真的活不下去了吗？事情呢并非如此。万科2019年实现的收入将近4000亿元，光净利润就达到了快400亿，这种收入体量在全国打着灯笼你也找不到几家。直到2019年年底，万科净负债率为33.9%，在这么多同行中也算是比较低的。而且手上呢现存的余额也超过了1600亿。要说万科真的是很牛叉，在地产这个行业能把负债和净负债控制在如此低的水平下，这也是没谁了。而1600亿现金是啥水平呢？这么说吧，郁亮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用这些钱买下整个行业内的龙头公司，比如说什么元啊，什么大呀，还有什么创啊，你是想买谁就能买谁。我从网上翻了一下，某创呢现在的总市值呢也就400多亿，某元呢差不多是1200多亿，某大更别提了，200多亿。如果再学那个姚员外放点杠杆，搞个1:2的配资，那这3家公司你不都拿下了吗？万科呢已经不是曾经那个万科了。3年前的万科董事会呢已经换届，看似主动让贤的王石其实是出于无奈。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咱们呢也不能在这里说，谁身边呢还没有几个地产的朋友是吧？不管背后有多少无奈，王石呢最终还是隐退了。从此呢，万科开始进入了郁亮的时代。有人说郁亮呢也算是翻过了那座金山，至于山是啥，懂的人呢自然也会懂。王石的离开呢对万科有影响吗？看似没有，至少呢是在财务上面没有体现出来。万科的发展呢也是一如既往的优秀，但慢慢的很多人发现了王石的离开似乎带走了万科的精神和灵魂。要说万科的灵魂和精神是什么呢？这玩意儿其实挺虚的，几句话呢也说不清楚。但是呢，熟悉万科的人应该会知道，曾经的万科呢是房地产行业的精神大佬。当时业内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文明万科，理科金地，工科中海。说的就是万科在行业内的独特气质和领导能力。当时的万科呢确实很迷人，很有人情味儿。2014年的时候呢，万科还有一个叫做17英里的项目，他们的广告语就是我能与世界保持的距离。他们甚至还在广州的城中村做了一个项目，当时也是赶上了股灾，万科在那里呢大规模的建立一些低收入的群体住房，这也表明了万科是有公益心和爱心的，甚至呢在那些年也是无偿的捐款和捐助。王石的形象呢在公众的眼里也是一路飙升。其实我认识的很多从万科出来的人呢，基本上都说这家公司的文化底蕴是最深的，但是在现在呢似乎丢了。突然就让建筑赞美生命的 slogan
怎么就变成了我要活下去还要背水一战呢？这搞得还是要死要活的，也不知道是在做给谁看。我感觉好像是来蹭热度的。2022年了，最后呢，我们来说一下，老百姓算是胜利了吗？在买房上边，记住啊，没有谁输谁赢。房子本身是人类生活的物质追求，属于一种商品，这个行业呢是不会垮台的。以至于这个阶段市场降温，那是因为很多的因素在里边缠绕。再说房价呢会不会跌？2022年呢，房产依旧是以地区价值衡量，鸟不拉屎的地方它就是不值钱，好的地方你去看，它降了吗？只能说我们的地产业越来越正规化了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关注牧羊，带你看更多好房。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断供潮这个话题一直引发热议。如果说房价下跌甚至腰斩，你敢断供吗？如果真要是到了那一天，相信这是现在所有高价买房人最关心的问题。前段时间在张家口某小区，房价直接就给来了个对半下降。当时买了这里房子的人嘴里聊的最多的就是想放弃还房贷。在以前说起张家口，可能大家都很陌生，很多人都误认为是张家界，后来成了2022年举办冬奥会的地方。此后大家才对张家口有了新的认识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张家口在短短的几年内快速发展，通了高铁，修了高速，房价也从之前的3000多飙升至1万以上，甚至有的别墅区单价已经是3万开外。当时炒房客一起涌入，想在这个地区大赚一笔。可是就在2019年底，突如其来的楼市调整，随之整个环京地区房价开始下跌，张家口这个地方也不例外。之前高价买房的人开始炸锅，朋友圈里也出现各种聊天，说自己是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还月供了，再还就是无底洞了。主要现在想便宜卖还卖不出去，然后很多人开始随大流，都不去还月供了。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后果呢？最后的结果可能迎来的就是法院拍卖，卖掉房子来还银行的钱。对于买房人来说，的确也是不小的损失。更糟糕的是，目前还在持续下跌的一个状态。从某网站看到的数据是一直在下行。然而，对于环京来说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断供潮了。就在2020年，永清当时由于房价腰斩和一些问题，也发生过同样大规模的断供情况。在当时断供的人一般都是投资客炒了房子卖不出去，还月供只能越陷越深。对于张家口这个小区，大部分人是因为失业率变高，现在没有收入，加上之前的高价买房心理不平衡所导致，那还不上房贷怎么办呢？据我一个银行的朋友聊天时候说，如果是因为收入问题影响的，最多也就能到银行协商拖3个月到半年。如果是从心眼里就不想还了，最后就只能是走法拍途径，因为法拍房要走完这个流程至少要半年以上，所以银行也是希望购房人尽量去还贷款。到这里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对于房价下跌引发的断供潮，你们怎么看？欢迎一起在评论区讨论。你知道5年以后哪3类房子将会成为黄金屋吗？聪明的内行人呢，现在都已经开始下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前几年房子被炒得很热，自从房地产一系列政策出来以后呢，也明显看出了什么地方的房子属于是滥竽充数。眼下我们看到的房地产市场呢，越来越规划完善。以后的5年，这3类房子呢，或将成为是理想的对象。很多人问，现在看到遍布的房子都在下跌，如今再买房合适吗？我们在开展话题之前呢，先来说一下这个问题。刚才说过，通过这几年的政策整改呢，一些滥竽充数的楼盘已经浮出了水面。未来几年呢，大城市的人才引入、人口上涨的问题，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城市的房价问题。反之呢，对于一些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房价呢，只能说是让它回到解放前，已经算是对得起它了。通过数据上来看，下跌的城市呢，都是在一些3、4线城市之中，而大城市的房价呢，依旧处于是一个上涨的状态。就算是在大城市中，也会出现分化现象。对于这3类房子，懂行的人其实早已经开始下手了。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这3类房子是哪些。首先的一类就是对于地理位置好的房子，比如说是交通方便，有地铁，有公交。虽然地理位置好了，但是在这里呢，还有一门买房的学问。这其中呢，多层洋房可能会变成未来的黄金屋。多层洋房呢，指的是9层以下的房子，对比高层的房子呢，这其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居住面积，而且不会像高层小区那样出现高密度的容积率。我们都知道，一般高层住宅中的住户是比较多，人多就会出现各种的噪音，停车以及电梯使用等等都会带来生活上的影响。随着人们生活条件变好，相信会有一部分的人去选择多层洋房。第二类就是物业水平管理高、城市核心区域的房子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买一件商品之后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的售后问题。同样，对于买一所房子，物业公司就充当了一个大的售后团队。现在我们很多小区因为有好的物业，对于房子的价格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。为什么说要围绕城市的核心呢？
话说回来，好的房子，不管是你再怎么秀丽，依然是离不开生活便利、交通完善、配套齐全这3大要素。有了这些在里边，那以后业主在这里生活才会得到更好的享受。第3类，实际上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一类。这一类房子就是挨着学校近的，在小区周边是否挨着学校也会是房价上涨的支撑。只要是家庭稍微富裕的一些人们，就会去选择这样的房子，因为以后年轻人的工作都会很忙，这样也就让接送孩子的时候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。虽然说是已经不让用学区房来炒作，但是相信每个家长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读一所好学校。在不让炒作的同时，这也无形中告诉了人们这类房子隐藏的价值。到这里呢，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祝愿大家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去买到合适的房子。现阶段呢，请不要去盲目跟风。今天跟朋友一起到北京边上看房，朋友从中介那里听说，在北京边上这里房子很便宜，只有30几个 W， 就带着我一起来了。举个手机给大家也看看吧，老铁们支持牧羊一下，一定要看完哦。从前对妈妈说谎，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，披上红妆。后来你去了理想，我嫁给了户对门当，爱与不爱又何妨？从前说无惧山海，999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，只要你在。后来你把我归还人海，哭着说欠我的未来，下辈子再爱。先生的一句喜欢，才能两语我就投降。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